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Crypto Tricks。那前面几期视频呢，我们都讲了很多这个 EIP 的协议，就是这个和标准啊，就是 EIP， 比如说1155，然后 ERC 的这个721，还有这个 ERC20这些同质化和非同质化代币。那今天呢是我们关于讲这个以太坊的 EIP 的最后一期。那这一期我们就着重来回顾和总结一下具体 EIP 的整个撰写流程以及它的一个存在的意义。那首先呢，这个回顾一下这个 EIP 实际上还是叫这个 Ethereum Improvement Proposal 啊，其实也就是以太坊的改进提案，那是以太坊进行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以太坊拥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开放的这种生态和社区，所以通过这个 EIP 呢，社区参与者呢可以进行提议，然后对以太坊不管是底层的协议、算法，然后共识以及智能合约的各种开发标准呢的制定呢，其实提供了非常大的这种贡献的。那在7年的时间里呢，以太坊有大概一共5000多个这个 EIP 提案被更新和提出，但是呢，这种改进方案的方式并不是以太坊的诞生才发明的。其实这种协作方式呢，是最早在这个比特币的社区中呢就一直在延续，然后那个叫 BIP 啊，然后它去不断改进这种就是区块链的运作方式以及它的这个完善性。那以太坊的 ERC 形式呢，和内容，我个人认为跟这个 Request for Comments， 这个 ERC 是叫 Ethereum Request for Comments， 其实那个 RFC 是对那个网络协议，像什么 HTTP、TCP/IP 这些工程等等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提案和协议。所以其实 EIP 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太坊的这个发展路线的地图和这个梗概。那然而这个发展路线呢也是去中心化的，是由这些参与者还有这个社区的成员来决定和贡献，而非是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个人来去做决定。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发起提案，只要你的这个提案呢的确是对以太坊非常有价值，并且解决一些关键的问题。OK， 那既然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决策和发起这个改进提案，那如何才可以参与呢？实际上还是有一定门槛的。不过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EIP 506这个 handbook， 这个 EIP 506是里面写了你如何可以成为一个 EIP 的 editor。这个 editor 实际上就是 EIP 的编辑者，然后他需要就是经过社区成员的这个同意，你才可以加入。然后呢，这个形式我觉得更像是就是 review 这种学术论文等等，就是比如说你要发一篇 Nature 的这个论文，然后肯定有一个 committee， 然后来去 review 你的这个论文的一个合理性，然后他才能决定是否被发到 Nature 上。所以其实大概这个还蛮像的，这个 EIP 跟这些学术界的这个论文 review 的过程。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EIP 的审核过程，以及它这个生命周期是什么样的。那首先呢，这个 EIP 的开始是以这个创意开始，就是 idea， 从一个想法为出发点，然后呢，这个 idea 并不会被纳入到这个 EIP 的 repo 里进行一个后期的追踪。那当你有了 idea 以后呢，然后你便可以根据这个 EIP 的格式与内容要求进行这个 draft， 也就是草案的一个撰写。然后呢，提交后如果合规，便会并入到这个 EIP 的一个目录中，也就是这一步。然后呢，下一步就是说，将会有这个 EIP 的 editor， 也就是编辑者来 review， 然后来审核。如果审核通过的话呢 ，EIP 的这个 editor 将会将这个提案分享给其他的这些 editor， 让更多的人来提供这个反馈和审核的这些意见。那这个审核的过程中呢，最后一步是这个 last call。这个 last call 呢是将确认就是这个提案为 final 之前的最后一次意见征求。然后呢，这个 last call 这个是由review 你这个 draft 的这个 EIP editor 会设置一个截止日期，一般的话是14天。如果在 last call 前呢，又发现了有一些必须对这个提案进行更改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提案就会自己又回到这个 review 的状态，然后呢再去进行一遍审核，最后才能说我可以到 final 这个 stage， 然后被发表在这个以太坊上，然后进行更改这个标准，然后成为正式的一个以太坊的 EIP 协议提案。然后呢，那上述这几步呢，其实都是一个 idea 如何成功发表一个 EIP 提案那其实除了这个流程，从一个 idea 到一个 final stage 的一个成功发布在这个以太坊上的一个提案，它还有3种其他的这个状态。那第一种状态是这个 stagnant， 也就是停滞。
那这种状态是指如果一个提案或者草案，在审核的过程中呢，睡眠6个月的以上的时间，也就是说可能没有人来 review，然后也没有人再去更新这个 draft，那这个提案呢将会被标记为一个 stagnant。然后这个提案的作者或者说这个该审核这个提案的这个 editor，他可以通过将它改回一个 draft 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让它复活，然后这样的话他又可以进到 review 和这个审核的过程。那第二种状态是这个 withdraw， 那这个 withdraw 呢就是撤销了。那就是说，他由于某些原因，比如说他没有通过审核，或者说这个撰写者主动自己把它给撤销了，那这个撤销呢是具有终结性的，就是说一旦如果撤销了以后，这个 EIP 的编号也没法再用了。比如说你之前提交的这个草案叫 EIP 6000，那如果你提交到后面，然后这个被 withdraw 了以后呢，那这个 EIP 6000也就没法再用了。如果你要想再重新提一个提案的话，那你就要换一个这个 EIP 的编号。那最后一种状态是 living， 也就是生效。那这个状态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这种提案没有 final 最终的状态，就是说这个 living 是永远不会到 final stage。然后呢，那它是一个需要被持续更新的一个提案。那比如说像这个 EIP1，那这个提案其实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大家就是他去教你如何去写这个EIP 的，然后这个可能会不断的被更新，永远在这个以太坊社区中它都是一个更新状态。OK， 那其实 EIP 呢，还有很多类型，除了它这个审核过程，它有很多类型。那它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叫这个 standard track 的 EIP， 也就是叫标准追踪 EIP。那每个类型下的 EIP 的列表呢，它都会有不同的一个就是核心的一个就是它用处吧，或者说它为什么会存在，它都是去来解决不同的问题。那这类 EIP 用于描述就是可以影响或者说是大多数的这种以太坊的功能的更改，就是这个 standard track EIP。然后呢，比如说你要对网络协议进行改动，然后区块和交易有效性的一些规则，然后对已经这种提交的应用标准进行改动，或者影响使用以太坊应用可互操作性的这种改动，你都是要在这个 standard track EIP 这儿去来提交。那第一种呢是这个 core， 也就是核心。这下面这个 standard track EIP 下面又有4个这种类型的，就是针对不同的功能和协议的这个 EIP 类型。那第一种这个 core， 也就是说它是需要对这种以太坊进行共识分叉的。比如说如果你写了一个 core 提案，那可能会 require 整个网络进行一次分叉。然后比如像以前有过这个 EIP5 和 EIP101，然后以及还有一些并非需要进行分叉，但是又涉及一些核心开发的变更等等，像 EIP86这种的，这些 EIP 你都是需要去放到等于都是在这个核心的这个类下的。那第二种是这个 networking， 也就是网络。那这部分主要是关乎像 Dev P2P 然后 EIP8 以及这种Light Ethereum Sub Protocol 这种以太坊轻客户端的这种子协议等等，对这些网络协议进行更改的，那就会被归到这一类里。然后再下一个是这个 interface， 那这个 interface 呢，这部分是有关于比如 API， 然后 RPC， 然后规范的这种标准的改进，以及一些语言方面的标准。然后呢，还有包括像方法名、还有合约 ABI 等等这种标准，都是要在这个 interface 这儿。那最后一个呢，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了，就是 ERC。那这个 ERC 就是 Ethereum Request for Comments。那比如说像 ERC20、ERC721，以同质化代币和非同质化代币，那其实都是这个 ERC 标准这么过来的。那这个 ERC 的这个翻译过来的本意呢，是征求大家的意见，主要是以这种以太坊应用层面的相关的一些提案，它是负责这种应用层的一些改动的一个标准，然后所以这个 ERC 就在这一类里。那其实第二个类型的这个 EIP 呢，为这个叫原EIP Meta。那这部分呢适用于描述这种就是以太坊相关的流程的一些 EIP， 比如说就是你要对一些就是像流程啊、指导或做决策的过程进行一些标准上的更改，然后或者说以太坊的工具啊、开发环境啊等等这些进行更改的话，它不会涉及说你要更改网络或者以太坊整个运作机制，还有核心的一些标准的话，这部分都是流程相关的 EIP， 然后需要呢共识审核，也就是说需要社区里的所有人大家一起来审核之后去通过。那再下一种就是这个 informational 的这个 EIP， 那这类是叫信息类的 EIP。这类 EIP 呢更多是指导意见，然后就是它其实不 require 不需要整个社区来共识和审核的，所以它就是用户呢其实可以选择忽略很多这个一类信息类的 EIP 的，就不是说
它一定要就是被整个社区达成共识，然后去 update 到这个以太坊这个整个 community 里。对，然后呢，这个以太坊其实改进提案编辑人员与这个有一个叫 Ethereum Cat Herders，就是它专注于以太坊网络这么一个相当于开源的社区里面的一个定期的会有一个 meeting，然后这个 meeting 呢就是大家来讨论这个就是最近比如说以太坊上 EIP 的各种各样的 update，然后这个完全是开源的，它有一个自己的官网，我们会放到这个 description 里，然后以及还有一个是叫 Ethereum Magicians。这个是更偏向于就是大家来讨论这个合约标准等等的这种社区，然后这样的话，你其实可以参与进去，然后去来看一看，然后去做出一些就是参与啊，或者说 contribution 都可以。然后你也可以共同的去负责一些 EIP 的一些审计啊、推广以及推动 EIP 进入这种定稿或者说是以撤销的这种阶段，就是说你可以去决定和大家一起审核，然后这个 EIP 到底 make sense。那你肯定需要，如果想做的话。这个肯定需要让你对这个以太坊整个生态有一定好的了解，然后你慢慢可能才能参与进来。不过它肯定比各种各样其他的 project 就是更加的开放和就有包容性。像比如说你很多事情在社会上你要去接触啊，都是有非常高的门槛和代价。所以像以太坊这种就是非常的 open。对，那。说了这么多啊，最后就是说，我给大家介绍如何就是说提交 EIP，以及如何成为这个 EIP 的这个编辑者，就是 editor。那首先呢，如果你想提交 EIP 的话，那你首先可以去注册一个就是 GitHub 的账户，然后呢，你要先查阅一下这个 EIP 1，也就是EIP 1它的一个流程与要求的说明，然后这个的话你要 follow 它的那个模板，follow 它的那个写作格式。然后呢，按照你这个模板呢去编辑好你的这个 EIP 内容以后呢，你去提交一个 pull request，然后到这个 Ethereum 的 EIP 的目录，然后呢，并对你这个就是说相关的一些审计反馈进行追踪，你要及时的去来回应，就是说别人整个社区里对你这个审核的一些意见和修改，就如何修改你这个提案。然后如果你及时的回复，然后可以就是跟他们互动，然后去等待这个审核的一个决定。然后呢，你最后可以将这个 EIP 的链接转发到这个以太坊的这个 Cat Herder， 也就是牧猫人的这个组织，然后或者说这个 Ethereum 的 Magicians 进行讨论，然后让更多的人来去改你这个提案，或者说给你提出一些建议。这样的话，但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挺漫长的等待，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开源的项目，然后它并不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就是确定死的 deadline，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 motivation 也就是动力更改的动力啊，审核动力上还是有一些就是说。就是纯属自愿嘛，所以还是时间会慢一些。那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以太坊的这个 editor， 就是提案的编辑人员，然后你应该可以去查看一下这个 EIP 5069。然后呢，这个以太坊改进这个提案编辑人员跟这个以太坊的这个就是 Cat Herders， 然后还有这个 Ethereum Magicians 这个社区成员呢，都来共同可以去来决定和要求这种实施以太坊改进提案。然后呢，你也同时需要共同的来负责将这些改进提案做一个推广，以及推动它这个改进提案进入一个定稿的一个阶段。就是说，你在这个作为一个 editor， 你需要去执行刚才我说过的那些就是以太坊的整个审核流程，然后你要负责这些事情，然后推动让这个比如说 EIP 真的很不错，然后审核通过，你要让它推进它最后达成终稿，然后在这个以太坊上生效。然后要么就是说你要把一些没有用的或者说不太好的东西去撤销掉。就是这个的话，就是你作为一个编辑者的一个责任。对，那其实说完这些呢，就是 EIP 的话，我觉得大家的话，如果想要去跟以太坊这个 community 和这个区块链有一个深入的就是互动，或者说有深入的这么一种贡献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好好了解整个 ecosystem 这个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流程，然后你是如何能参与进去到某一环，然后可以去有一个自己的贡献。对。那其实最后呢，今天我再讲一下这个可能是智能合约的一个价值吧。就是，前面介绍以太坊的时候呢，智能合约的重要性，还有这个加密世界的为加密世界带来的这个价值，我觉得没必要再重复了。然后呢，比特币其实带来了一些很重要的这个理论与实践的基础，然后搭建起来一个就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激励方式的网络，那让人们可以重新思考这个货币的属性以及价值传递的方式。那这个以太坊呢和智能合约的这个出现，就是无疑是为世界打开了第二扇大门。然后解决了比特币的很多弊端问题，比如像这种囚徒困境啊，然后以及非合作的博弈。
那智能合约通过这种自动化的协议与契约，然后以及灵活的部署与应用呢，可以让人们有更多选择合作，然后呢，并一起建立这个 community。所以它贯穿各个领域，然后呢，目前实际上它的价值呢远远没有被实现。所以从这个金融业到这个互联网，然后智能合约呢，其实可以让全球的人都可以来这种跨界合作，对吧？我打破这种区域上和物理上的界限。然后呢，以太坊同时也拥有一个就是说，是所有这个 Layer One 公链中最活跃的一个社区。那么这么多的一些 EIP 的提案啊，然后包括这个社区成员参与以及就是做出改进，是吧？然后大家互相的都在这个 community 里去 build 起来各种各样的非常有意思的这种 technology 以及各种各样的商业模式。那以太坊的地位呢，我们觉得就是也不用过多说了，就大家都非常清楚。那在这个变化多端的一个行业，以及今天充满未来未知的这种就是世界格局中呢，我觉得真的需要保持一个清醒独立的一个具有过滤掉噪音的一个头脑，才可以发现更多的真理。那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就是 bullish 的，就对于以太坊，然后我感觉就是近几年的话，应该以太坊的这个 market cap 就是市值，我估计会超过这个比特币。那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因为大家肯定，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花更多的时间在智能合约这种，就是说去深入研究这个以太坊的这个 community，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挖掘，然后很多的一些机会，很多的价值，很多的这个财富都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去深入理解还是蛮好的，然后去学习如何这个利用智能合约作为一个对你来说一个工具，然后发挥你的创造力和这个就是改变世界的一个这种价值观等等。对，所以行，那我们下期之后的视频呢，会给大家就目录到一些应用案例，然后以及可能会讲一些 DeFi 相关的项目，那请大家敬请期待吧。然后谢谢大家，今天这内容就结束了，别忘记 subscribe 和 like 我们的视频。